今天跟大家讲一讲 Zelle 的一些相关问题啊，都是我一些经验吧，官方是不会告诉你这些经验的。首先呢 ，Zelle 的话是可以用手机号码和邮箱注册，有些时候呢，可能你没有美国手机号码，或者说美国手机号码呢不太保险啊，有些时候呢，你可能忘记续费啊之类的，那你要绑定一个邮箱啊。邮箱的话，最早的时候呢，我第一次注册的时候，我用 QQ 箱注册的。后面呢，过了几年之后呢，有个朋友呢给我汇款啊，汇款呢通过 Zelle 汇款的话，发现，汇出去呢其实是我这个账号 QQ 箱账号已经被取消注册了。我收到邮件之后呢，会有一封邮件告诉我去领取这个钱，说我没有注册，我就很好奇，这怎么会没注册呢？就算没有注册，被你们取消注册了，或者说我以前弄错了，那我去再注册一下不就行了吗？当我发现我再去尝试注册啊，对应 QQ 箱嘛，我再去注册的时候，发现注册不成功，说明 QQ 箱肯定是被限制了啊。这个问题呢，很有可能是他后面改的规则吧。这个问题为什么这样子做呢？我也不知道啊，官方也没有任何解释说明。后面的话，我尝试把这个邮箱呢用Gmail 注册啊，就成功了啊。那我不知道163邮箱会不会有影响啊？所以说，如果说你现在啊，或者说绑定了还是 QQ 箱的话，我尽量建议你改一下啊，或者说改别的 Hotmail 啊之类的这种邮箱。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会有这种限制啊，这么奇怪问题。好，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识别未激活账户啊。上一个月的话，我给我朋友转这个 Zelle 的话，对方完全没有问题，直接收到了啊。当然的话，也有个问题说呢，我当时呢尝试是用我的 saving 账户转给他，被封控了啊。封控的话是银行会发短信过来，短信过来的话要求你回复短信验证啊，这个问题也不是很大啊。过了1个小时之后，他就收到钱了啊。一般来说，先是 pending 啊，又发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上个月转了成功了，这个月转的时候呢，发现有奇怪的问题了，他账户被识别成未激活账户了啊。那当时呢，我也是粗心大意的，我想上个月刚转过嘛，这个月转的话直接转了嘛就行了嘛，是吧？结果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没收到钱啊，这个问题很严重，是吧？后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没有任何原因，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只说。我朋友告诉我，他说他换了个手机，换手机按照道理的他说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我教大家一下啊，如何识别一些账户未激活或者被取消激活了啊，你要自己注意一下啊，不要说因为昨天转过账，今天就还转啊，很有可能啊，你要注意看一下啊。你先看这个图片啊，这个图片就是我给我朋友这个月转的时候啊发生的这个情况的界面啊。首先的话，它这个头像啊，头像的话，你看头像啊，全部头像啊，正常的话这边是一个 Zelle这标志的啊，这边的话都是一样的。to 什么名字啊？名字的话，因为我朋友的话，他的名字的里面是分后鼻音跟前鼻音的，我曾经还以为是我通讯录存错名字了，我还以为Zelle 的话可能会识别这个名字啊，登记名字，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啊。你把它存在名字里面，通讯录里面存个小2、R3这种名都没问题的啊，你做昵称都没问题的啊。这边有个手机号码啊，也没问题，是吧？如果说你用这个邮箱识别的话，这边的话就是邮箱，这边的话会问你从哪个银行啊扣款啊，哪个银行扣款，这边还少一条什么东西呢？如果说他这个正常登记的账户的话，这边会有一条正常登记为什么什么名字啊？我看下张图，好看啊，这张图片的话就是一个正常激活的啊 Zelle 账户。首先的话，这边有个 Zelle 的标志啊，那对吧？一个缺口是吧？圆的，你要注意啊，一定要看这里头像。那还有的话就是其他都是一样，最下面有一行字啊，这个登记在 Zelle 登记叫什么什么名字啊，这样的话核对一下就可以了啊。那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了。那下次的话一定要看仔细啊，不要像我这样犯错误啊。虽然说这个错误是可以弥补的啊。好，那么我们再说回一个话题，如果说你刚才没有识别到正确的一个 Zelle 转账，转错了呢，转到一个未登记账户的，是吧？你如果转给别人的话，那没办法了啊。刚好那个被登记的，那没办法了。但是如果说你转到一个账户啊，他或者说被未激活了，就像我之前一样，我曾经用 QQ 箱登记，然后后来被取消登记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要么对方去注册激活，然后领取这个钱，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可以把它取消付款啊，在这个银行的程序里面 Zelle 里面啊，这个活动里面啊，你可以找到，你可以点取消按钮。当然这里呢，我有个截图啊。比如说呢，他这边会这样子的啊，你可以提醒这个人收款人的注册邮箱和手机号码啊，让他们去在14天内之前领取啊。如果说呢，他一直不领取啊，无主账户，
那怎么办呢？那它自动会取消的啊。一般来说自动取消。上次呢，我有一次朋友给我转账，不是那个 QQ 一下吗？就这样子的，它就自动退回了啊，因为我注册不成功，自动退回了。还有一点的话就官方里面上次发生这种情况之后，我看过官方的一些帮助文档，但是好像没有提及到官方是可以取消啊。可能官方一些文档可能比较滞后吧。我最近发现就是上次我给我朋友我转账给别人啊，转错了啊，转错之后呢，这边有个取消按钮啊，这边取消了啊。一般来说呢，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呢，你这个钱呢，它会在银行里面显示 hold 啊 hold 啊。你可以看这张图片啊，比如说这个交易参考里面的这个 Zero 转账这边有一个 hold 啊。一般来说的话，要么 pending 啊，要么就是完成了啊，要么就是计划中啊。好，再接着说这个商家收款与付款啊。首先的话，如果有些朋友的话，他想通过这个 Zero 去做外贸，收到一些别人的钱的话，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这种支付的话，其实呢，你不能成为这种商业支付手段。怎么说呢？你少接收几笔那没问题，但是你要收多了，一天收个几笔，每天这样收啊，你一天3笔，一天5笔啊，连续1个月收，那也很有可能你的账户被关闭。为什么呢？我有个朋友呢，他曾经是在美国那边做这种商户，类似于商户，他也是通过 Zero 自己在 Zero 去收款啊，就发生这种情况了，Zero 把它给关闭了啊，说白了就是滥用嘛滥用这个政策。因为什么呢？你要知道 Zero 的话转账是免手续费的啊，人家做这个系统没有说给你免费的午餐的，就是说呢，他平常来说呢，这个本身呢给你普通人是 AA 制收款，大家可能 AA 制吃饭的时候用朋友之间转账小额的这个笔数不是很频繁的，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像商家，你说饭店不可以这样用的啊。当然说你注册成为商家是可以的，那你要成为商家呢上次我给一个网站上的厂商他转过的话，他是注册成为是一个公司名称下面有个 LLC 的，那这个可以的。但是呢，通过 Zero 转账呢，它不像说你这样 PayPal 转账付款在线付款这种，它是有个返回请求的所以说呢，你转账给商家之后呢，你要有参考号或者说把一些备注告诉商家商家再去核对说实话也是挺麻烦的，不能实现这种自动的识别它网站这种程序上的话是没法做到自动识别的，所以说也是比较麻烦。但是呢，怎么说呢 ？Zero 为什么搞这种免费的给大家用呢？就是因为他想获得更多的受众吧。就跟当年滴滴打车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打车基本上都是免费，1块钱2块钱嘛，是吧？所以说呢，当你消费习惯养成之后，很多人更愿意用 Zero 付款的时候呢，那这样的情况更多的人会去注册成为商家他从商家里面赚钱，这就个赚钱逻辑嘛。那么关于商家能不能给你付款呢？在我看来的话，目前我没收到过商家通过 Zero 给我付款。我也问过很多一些商家吧，他可能要付给我点钱，最后还是用 PayPal 要么 ACH Zero 他说不支持我不知道为什么商家好像是在 Zero 付款上可能不太方便或怎么样子因为可能 Zero 的话，就刚才说了嘛，收款都要去手动人工核对处理的，那付款的话，那如果说他1个月付很多的话，笔数的话，那也是很累的一件事情不可以批处理。那所以说呢，总而言之总结一下，就如果说你个人的做外贸小额或者说频次低的，你可以去用一下。但是如果说你长期用 Zero 的话，最终还是被关闭的不要天天用。当然，如果说你想天天用的话，那么请注册成为商家。好，最后一点的话，说一下这个风控和安全什么叫风控呢？上次因为本身的话，我用 Zero 付款的话，基本上都是用这个 checking 账户去付款。checking 账户的话，属于支票账户嘛，那平常的话往来支出的话是很正常的事情。那当时的话，因为我给朋友转张钱收大点之后呢，我用 saving 账户去付款。saving 账户付款之后呢，结果发生不成功的话，短信收到的话就要求回复其实我有诈骗什么现象，很多不安全因素告知你这个钱付出去是没法回来的那事实上起码前几年嘛，就疫情期间前几年，其实很多人只有这个付款就是盗用别人的 Zero 给别人付款。还有的人，我曾经看到一个微信群里面有一个人100美金跟别人去换钱换了钱之后人民币给他了，他 Zero 也收到钱了，结果这100美金突然被撤回了。为什么呢？
是因为这个中国人可能是盗用了老外的 Zelle， 然后付款，老外发现了，老外立马请求把这钱撤回啊。那理论上 Zelle 的话是没法撤回的啊，但是我也看到一些新闻 ，Zelle 的话撤回不是绝对的不能撤回，其实是你稍微费点力气啊，是可以撤回的。一般来说，它官方的原话是啊不能撤回，但是呢，你这种不能撤回的前提在于说你真的付给朋友了。那如果说你被盗刷，明显是这种产生啊异地登录啊，或者说不同设备登录啊，那我觉得这种还是可以去向 Zelle 投诉一下，或者说联系银行。一般说银行会把这个事情让你联系 Zelle 官方啊，还是能拿得回钱的，越快越好。当然慢的话，我估计那肯定有点难了。所以说呢，你这样想的话，那某一天有个人说，哎，给你 Zelle 汇款$1000跟你换钱，理论上他说实话也可以撤回啊。所以他短时间内打电话给银行啊，也是可以撤回的。所以说你要小心啊，没有说100%不能撤回。所以说呢，尽量跟不信任的人、不可靠的人不要通过 Zelle 去汇款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安全啊。那就刚才说了，你给商家付款，说实话，你也没有说商家，如果说你被商家给骗了，或者说商家不给你交付货品，或者说，哎，你买了个 iPhone 15，结果他给你发个 iPhone 14，这种情况。Zelle 是不参与你们商家的这个争议的活动的啊。那如果说你通过 PayPal 付款的话，那 PayPal 里面你是可以提起争议的啊，说，哎，我明明买了15，你给我发了14，这个是可以的啊。那 Zelle 的话，它是不管的，就简单来说不管的。所以说呢，这个 Zelle 的风险呢还是存在的啊。你看吧，这个 Z 吧，我都感觉看着像比特币一样的标志啊。那所以说它到账的话一般不管啊。还有一个就是你如何就安全来说的话，比如说给朋友转账，也有可能转错，是不是？那这种情况啊，我现在就是也担心了，因为发生过好几次了嘛，这种情况啊。那现在转账的话，基本上啊，我都先转$1给对方啊，看看对方收到没有。你也可以转0.01啊，我没试过0.01，但是转$1给对方，对方收到之后 ，OK， 那再继续啊，就这么简单啊。其实也是一个小技巧吧，这种。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出于跟朋友太熟了，很信任啊，直接转了。但是你这种信任的话，你反而 Zelle 的话那边可能会有问题啊，或者说你未激活账户啊，一来一去啊，搞了麻烦事啊。所以说呢，还是下次我也建议各位的话啊，转账之前啊，还是先付1块钱啊，看看对方收到没有，收到之后啊，我们再继续嘛，不着急嘛。